来到北疆已经第7天了，今天要到八卦城的黎街。伊宁市是伊犁州的首府，市区车水马龙，四通八达。看看这商店卖的泡面，比人脸还大，大还有更大。这个大脸盆泡面，台湾可是没见过，真是开眼界了。可见大陆什么都要比大。生活体验营，今天我们来到了世界上唯一建筑完整、规模最大的八卦城。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城市格局，则是在1937年由当时的新疆省政府官员依据易经图谱正式设计规划建造的。整座城市以中心广场为轴心，向外辐射出乾、坤、震、巽、坎、离、艮、兑8条主干道。现在就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走进八卦城中最具特色的文化街区黎街。为什么叫黎街呢？在易经八卦中，黎代表的是火与光明，黎街正好位于八卦城南方的离卦方位，因而得名。这里原本是特克斯最古老的维吾尔族居民区之一，如今经过活化，完整保存了极具特色的哈萨克族与维吾尔族传统民居。漫步在黎街的石板路上，两旁是撞色的蓝墙，精美的木雕窗棂。但在这份悠闲的背后，藏着极为深厚的历史底蕴。这片土地在古代被称为乌孙国。西汉时期，汉武帝为了结盟乌孙，共同对抗匈奴，先后将细菌公主与解忧公主远嫁到了这片天山脚下的草原。这两段跨越数千公里的西域和亲，不仅开启了古丝绸之路的和平，更将中原的农业技术、丝绸文化与乌孙的游牧文明深度融合。走在黎街，你随处可以看到融合了乌孙历史的墙体彩绘与壁画。这里每一座老房子，每一道土墙，都像是西域开垦史的活化石。除了历史故事，黎街最吸引人的就是这里随处可见极具特色的在地民宿与民居院落。这些建筑大多保留了传统的土木结构与庭院格局，外墙刷上了极具西域特色的伊犁蓝，搭配手工雕刻的木门与彩色玻璃窗。近几年，许多老院落被活化改造成特色民宿，在保留传统民居风貌的同时，融入了现代文创旅宿的舒适感。在这里，你看不到过度的商业街排场，反而能直接走进这些独立的民宿庭院，看到在地居民与旅人在葡萄架下共享生活空间，亲身感受最道地的民居建筑美学与生活气息。如果从空间规模来看，特克斯黎街的总面积大约是2.8万平，由7条错落的巷道与特色院落组成。大家可能对数字没概念，如果拿我们熟知的台北大稻埕核心商圈迪化街一带来比较，大稻埕以绵长狭窄的纵向街屋为主，而黎街则是呈块状与放射状分布的集约型街区，总面积大约是大稻埕核心商圈的60%左右，范围比大稻埕小，走起来不费力。除了面积与空间感，黎街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特色，那就是会讲故事的壁画与艺术文创。当地的画师将哈萨克族的游牧生活、乌孙国的历史传说，用极具色彩冲击力的壁画定格在老墙上。走在巷弄里，每转过一个弯，都是一座露天美术馆，非常适合拍照打卡。甚至这里连雪糕都做成了八卦城与特色建筑的造型。这种将传统历史、常民生活与现代文创融合的巧思，正是黎街最迷人的地方。在黎街吃完午餐后，我们将前往北疆的第10个行程——喀拉峻风景区。离开特克斯八卦城，我们来到了新疆伊犁最震撼的自然景观之一——喀拉峻风景区。喀拉峻在哈萨克语的意思是山脊上的苍茫草原。这里不仅是国家5A 级景区，更在2013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喀拉峻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平原草原，而是一座典型的高山堆积平原。
平均海拔在2000到2800公尺之间。喀拉峻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它的立体视觉感与生态多样性。因为地层经过长期冰川侵蚀与流水切割，使草原呈现出如同人体肌肉曲折曲线般的起伏，这就是摄影爱好者口中著名的人体草原。当光线斜射时，山脊与阴影、光影交错，极具立体感。此外，这里还拥有极为完整的垂直生态带，从底部的夸克苏大峡谷向上延伸到山路草原、雪岭云山森林，再到高山草甸与终年不化的天山雪峰。每年5月到7月，数百种野生花卉在草原上陆续绽放，形成高低错落的五彩花海。在人们历史上，喀拉峻自古就是天山北麓优良的夏牧场。景区内至今仍保存着大量的古乌孙土墩木遗址。直到今天，当地的哈萨克族牧民依然遵循着古老的季节性转场习俗，骑着马，赶着羊群，穿梭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喀拉峻现场更像是草原嘉年华，大家抢着与特色人体立牌合影。游客们轻松坐上观光魔毯，直达观景高点。巨大的草帽舞台下，在地乐队正弹着冬不拉演唱热情的哈萨克族歌谣。来到喀拉峻草原，光是用脚漫步绝对不够，我们当然也要体验一下真正的马背生活。不过大家仔细看，我们虽然骑上了马，但后方其实都有经验丰富的哈萨克族马夫随行协助。在海拔超过2000公尺的高山草原上骑马，看起来浪漫，但实际上非常考验技术与体力。这里的马匹多为强健的伊犁马，身材且体能极佳。为了确保游客的安全，景区针对没有专业骑术经验的旅客，都会安排在地马夫进行双骑或牵引保护。有了后方专业马夫的协助，我们不仅不需要担心掌控不好缰绳或马匹突发惊吓，还能把所有心思放在感受骑乘的韵律感上。当马儿一步步往前走，随着身体的起伏，你会发现视觉角度完全不一样。从原本平视的草皮拉高到能远眺整片延伸到天山山脉的绿浪。哈萨克族被誉为马背上的民族，对他们来说，马不只是交通工具，更是生活的一部分。在几十分钟的骑程中，听着马夫用简单的口令引导马匹，感受这种传承1000年的游牧移动方式，这才是最道地的草原体验。这一次的草原体验让雅令超级兴奋，因为这还是他第一次能跟马儿有这么亲密、这么近距离的接触。摸摸马脖子，拍拍照，大家纷纷拿出最潇洒、最帅气的姿态，与自己的战马合影打卡，留下这难得的一刻。拍完照片，收拾好雀跃的心情，我们重新跨上马鞍，在马夫的护航下，沿着连绵的草原山脊骑马回程。这一趟马背之旅，绝对是喀拉峻最难忘的记忆。当我们开心拍照时，身后一头母牛突然焦急地东张西望，不断吼叫。我们正好奇发生了什么事，远方随即传来另一声稚嫩的回响。只见母牛顺着声音走过去，对着小牛一顿训话，模样就像在碎碎念：“不是跟你说不要乱跑吗？搞丢了怎么办？”这逗趣的一幕成了草原上最温馨的小插曲。平时大家去台北阳明山的擎天岗，看着一片绿意盎然的大草原，就觉得视野非常开阔了，对吧？擎天岗主要的草原范围大约是43公顷，约0.43平方公里。但你知道吗？我们眼前这片喀拉峻景区总面积高达2848平方公里，这相当于6600多座擎天岗的大小，甚至比整座台北市约271平方公里还要大上10倍。站在这里，你的双眼根本装不下整片草原。长马肉，哎呦，看到没有？这个画面配合的多好！一直讲，刚骑完马吃马肉，
试试看吗？我们到了八卦城，这是住的饭店，房间的样子，有沙发，不算沙发了。离开喀拉峻后，我们迎来了这次旅程的第11个重头戏，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的独库公路。我们正沿着 G217 国道向南行驶，这条公路全长约561公里，宛如一条巨龙横贴在天山山脉的脊梁上，将原本需要绕行上千公里的南北疆路程直接缩短了一半。为什么叫独库公路呢？因为它的北端起点位于北疆的独山子区，南端终点则直达南疆的库车市，取起点“独”与终点“库”两个字，组合起来就是著名的独库公路。独库公路最神奇的地方就是一日游四季，10里不同天。从海拔500公尺的谷地一路攀升到3700公尺的雪山隘口，沿途会穿过森林、草原、雪山与雅丹地貌。我们在独库公路北疆路段安排了几个休息点，各位现在可以看到山体覆盖着浓密的雪岭云山，这是因为能接收到来自大西洋与北冰洋的水汽，所以高山会有郁郁葱葱的绿意。现在我们的车辆正穿过北疆与南疆的界限，过了这里，我们即将告别北疆的绿意草原，正式迎接南疆浩瀚的大漠西域风情。北疆，绕到南疆吗？我们前面的，穿过南疆我们前面那个河津界，哦，就是属于我们南疆的，过了这个碑就属于南疆的区域了，区域划分啊，地理位置划分，河津界。各位小伙伴，我们进入南疆了。是的。所以我们刚才是在北疆，现在进入南疆。现在南疆了。你刚才打开定位，你还在伊犁那拉提的境界，你现在打开定位就属于巴州境界了。哦，定位就转换了。是。哇，感觉差好多哎。好多哦。整个风景。马上人就有点假了啊。我们过天山后看不到树，不是因为高度，而是因为天山把大西洋吹来的最后一股水汽给挡住了，南坡缺水，就变成了大漠荒山。新疆切糕可以尝一下，好吃的呀。然后你看他切了，他在切了，他想要拍你切的样子。那你买一块我都给你切了。买2块切2次。哇，这是喝什么？掺有核桃、枸杞、腰果、巴达木。个大门，巴音布鲁克欢迎。南疆有什么差别？哦，对，就是那个树没有那个云山了。好，对。进入南疆，在连绵的草原上，雅令手持蒙古族的苏鲁定权杖，帅气英勇，体验不一样的大漠豪情。如果说北疆是瑞士般的绿意盎然与生机，那南疆就是壮阔粗犷的大地线条与西域风情。不必看地图，光看山体的植被与色彩，你就知道我们已经正式跨入南疆的世界了。我们现在已经正式进入了著名的巴音布鲁克风景区。巴音布鲁克在蒙古语里的意思是丰富的泉水，它不是一般常见的斜坡山地草原，而是一座位于天山山脉中部、海拔高达2500公尺的高山盆地。整座景区的总面积高达2.3万平方公里，相当于8个多台北市的大小，也是中国第2大草原。草地上随处可见成群的红嘴鸥，而旁边就是巴音布鲁克著名的黑头羊。它们身体雪白，唯独头部是一整片乌黑，模样非常逗趣。最萌的是这只小羊，一身蓬松又绵密的长毛，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简直可爱到让人融化。这里四周都被海拔4000公尺以上的天山雪峰所环绕，
高山上的冰雪融水在这里不断汇集，让这座高山盆地变成了极为珍贵的水源涵养区。在这里，你会感觉天空离我们非常近，辽阔的绿意一路延伸到天边，远处的雪山就像是一道天然的屏障，防护着这片净土。这时候，John的目光被远处吸引了过去，一匹马独自踩着轻缓的步伐，慢慢走向水塘边，低头喝水。微风吹过水面，泛起层层涟漪。远处是起伏的草原与绵延山丘，没有喧嚣，只有天地间的静谧。这画面简直美得像一幅精致的油画。景区内最著名的生态亮点就是天鹅湖，更是中国第一个野生天鹅自然保护区。我们这回运气不错，捕捉到2-3只天鹅直接一头栽进水里觅食，只露出洁白的屁股，高高翘起的超萌画面，展现出最真实又可爱的自然生命力。当雅令在湖岸边漫步时，一只红嘴鸥突然惊喜现身，这只不怕人的小家伙就大方停在栏杆上，让雅令能超近距离观察它，留下了这次旅程中难忘的可爱小插曲。巴音布鲁克园区非常广大，景点与景点之间距离遥远，都必须搭乘园区的接驳车才能顺利抵达下一个站点。欣赏完天鹅湖后，我们再次搭上接驳车前往观景区。雅令跟 John 接着沿着观景木栈道一步步向最高点攀登。从地质学的角度来看，巴音布鲁克属于典型的天山褶皱带高山盆地。在数百万年的地质演化过程中，古冰川的侵蚀与流水切割塑造了四周雄伟的高山，而中间凹陷的盆地则堆积了大量的松散沉积物。因为地势平缓，排水不畅，加上高山融雪持续注入，才塑造出这种山水相连、如诗如画的独特地质景貌。随着海拔逐渐拉高，当我们终于走到顶部的最高展望台，向前远眺时，内幕真的让人惊叹。远方的山岭在云雾与斜射光线交织下层层叠叠，深浅不一的阴影与山体线条就像是一幅铺展在大地上的巨幅中国水墨画。看，草原上这些像龙脊一样一条条凸起的山脊，在地质学上叫做单斜脊，这是天山强烈挤压褶皱后，较坚硬的岩层扛住了风化侵蚀而留下来的痕迹。这种硬岩组成的山脊与平坦的湿地交错，就是巴音布鲁克非常独特的地质奇观。最震撼的重头戏就是俯瞰著名的9曲18湾，这条河就是孕育了南疆万物的开都河。当它流经巴音布鲁克这片平坦的盆地时，因为地势落差极小，河水开始自由地切割改道，形成了无数个极致蜿蜒的 S 型河湾。当阳光照射在曲折的河面上，整条河流就像是一条闪耀着金色光芒的巨龙，在草原上优雅穿行。这绝对是巴音布鲁克最标志性的自然奇迹。你带了吗？我觉得很好笑哎，很棒啊！我还没带。为什么有人要帮？哇！跑了一整天独库公路，看遍巴音布鲁克的绝景。今晚我们终于顺利入住南疆的博雅丽景酒店。今天就先分享到这，大家晚安。